就算他们俩合谋杀了康连成，可他们2个人都不是康国人，为什么要割下康连成的头呢？这是我刚才假设中唯一的一个疑点。但是，既然是独孤仲平这样探案老手作案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脱罪。也许，他割走头颅是想嫁祸给店里的几个康国人，或许是为了让老许查不清杀人的时间和方法。牵强。不过，这还不是你假设中唯一的疑点。为了钱杀人，你并不了解他。这些年查案挣的钱，他一文都没留。都散给了西市大街上的乞丐。什么？他把我给的钱都打发叫花子了？是，我亲眼看见他把一锭金子给了一个瞎子乞丐。他自己不留，为什么还管我要这么多啊？太尉大人，您做的难道不值那些吗？哎，早知道不如再多管他借下了。我可不是空口说说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那些乞丐都请到这儿来。我有足够的把握。我师父是去给那个叫刘婉儿的女人上坟去了。哦，你还认为这件事是我师父干的吗？是个好人，就是不可能是他干的呀。看来今天只有韦姑娘完全的辨清了自己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收获，至少另一件案子搞清楚了。那是和本案完全不相关的，你们大家更不必知道。只不过李秀仪提起来，我给她解释一下。现在让我们回归正题，继续吧。哟，这么查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是呀，那好，接下来轮到谁了？你们爱咬谁咬谁。副使大人，说到你，哎，那颗羊头拿来了没有啊？啊，羊头拿来了吗？但愿那羊头没有像那人头一样不翼而飞了。副使大人，你确实能言善辩，但是，一颗羊头并不能说明什么，因为如果凶手想用它来证明清白的话，一样可以强忍刚杀过人的恐惧，把它啃干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只是假设，你先别慌。其实，副使大人的杀人动机是最不成问题的。你胡说！我这个副使就是康连成大人提拔的，我怎么可能忘恩负义去谋杀他呢？你说，一个人是离山顶1万步的时候野心大，还是只差1步的时候野心大？你杀人和查凶是一个计划的2个步骤，所以你从昨天到现在一直追着这个凶犯不放，而你又设出了7天的期限，这样在座的所有人都忘了，在这件案子中间，其实最大的受益人就是你。哦，对，哦，你看，我看有道理，真是这么回事啊！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但是你说的太多了，没错，以至于你多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，让我知道谁才是你的帮凶。啊，他还有帮凶呢！如果说你没有和这位副使大人有那种关系的话，他昨天跟你开那么轻薄的玩笑，你居然不生气，这只能说明你们俩是一伙的。你扶着装醉的他上2楼来，是为了要确认俏俏到底把康连成扶进了2楼的哪个房间。所以当俏俏问你时，你说你听错了，以为副使大人的房间也在楼上。之后，你故意回到大厅，跟大家玩算筹，和大家一起在那儿睡过去，以便让他们证明你。与此同时，副使大人去了厨房，你早就看中了古大厨的那把厨刀，你把它取了，顺便割下了一只能证明你清白的羊头。也许，当时你还没有想让他发挥这么大的作用。然后米娅等大家都睡熟了，悄悄起身，到楼上康连成的房间，确认了他在熟睡之后，给你发出了信号。你怎么会那么注意楼板上的声音呢？因为你早就在那儿等着，都有些等不及了。你们顺利地执行了罪恶的计划，出于你是康国人的同样的原因，你把他的头割走，
然后你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而米娅回到大厅继续装睡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想万能的神明启示，我绝对没有干这些。你不用理他，这么荒谬的假设不值一驳。你瞧，他在回护你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等副使大人允诺你招供吗？副使大人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有那样的关系呢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副使大人他和使团的通义是一对，我曾经在酒店里撞到过他们，所以副使大人说的那些醉话我没有放在心上。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把通义叫来问问呀。够了！怎么这么伤人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与此案无关。于大人，你不能允许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下去了。副使大人，他们也不是特意要在这些事情上纠缠，这不都是为了查案子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副使大人，我们就全且相信你那一晚是一直在房间里面啃羊头，好吗？最主要的，唯一能够帮助你杀人的那个帮凶，通义他早就离开了这儿。没想到是这样啊！哎呦，不过，通义他也不是不可能半夜潜回来。好，米娅，你刚才那番话只能证明你不可能和副使大人一起杀人，但这不能证明你没有自己或者和其他人串通一气杀了康连成。我一直想不通，你为什么昨晚都没有回房间睡，而是5个人一起睡在了大堂里？我们昨天晚上一起玩算筹，然后就都睡了。是啊，都睡了呀。对呀，我们可以互相证明。可是于大人敲了这么久的门，你们就在大堂，却没有一个人听见。倒是房间在最里面的俏俏这个时候出来为于大人开了门，而这个时候你也出来了。那怎么了？这么一来，你们7个人都可以互相证明。这反倒让我大胆的设想，你们7个人其实就是一伙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杀康连成？对呀，怎么会就一伙呢？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没杀人啊！就是啊，你们住在一起啊！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污蔑我们！要么辩清自己，要么咬死别人。我们没，你们最好把看到的、听到的都说出来。骗人啊！你这冤枉好人！你们想互相咬，又有些顾忌，只能让我更相信你们就是一伙的。好了，李秀一，你可以停止那些假设了。谢谢你帮我拖延了时间。大家都坐下吧。反正没事。为了查清这个案子，我派韩捕头去各位的房间挨个翻检了一遍。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就这样就进去呢？如有冒犯，请各位能多多包涵。毕竟找出真凶，就能澄清无辜的其他人。好在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关于这个案子的重要线索。重要线索？什么线索？什么线索？副使大人，据说康大人不喜欢用铜钱，总是随身带着一包大大小小的金叶子，看见哪个美女随手就赏出一片，是吗？是。镇氏大人真是大方。没错。那么这个是康大人的钱袋吗？啊，是，怎么在你这儿？是我早上从康大人的尸首上找到的。不过那个时候，这个钱袋子就已经空了。毫无疑问，是凶手把金叶子拿走了。就是奔着财来的。对，劫财的。阿德，他怎么奔阿德来了？就是他这什么你在意思？店里做伙计，每月能得多少钱？3、4敏吧，有时候算上客人打赏的，有5、6敏吧。怎么了？韩捕头。这些是在阿德房中他箱子的夹层里找到的。这么多，就是阿德不会干这个事情，就是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对呀，阿德，这些金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凭你在荣湖酒店挣的，攒不下这么多。反正不是康连成的，是
是一个朋友存在我这儿的。朋友？对呀。韩捕头，哇，哎，看，对呀，真的正好，这就是这袋子里的钱啊！这钱就是他的。难道真正好装下。你还不说实话吗？好吧，是老板娘存在我这儿。老板娘？对呀，不可能吧？什么？他们俩难道是碧莲姐给你的？是吧？不知道。碧莲姐，唉，还什么存在你那儿的？明明就是我给你的嘛！啊，这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对，这钱就是我给阿德的，我疼他，给他些钱花不行吗？嗯，手伸出来，拿好。对他蛮好的。阿德，实话告诉大家吧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是在2楼东首的房间屋里，后来我就去了老板娘屋里。去了老板娘屋里，以后看来他们是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说嘛，这才是你上1楼茅房的真正原因。我上茅厕也是从老板娘房里出来，去1楼的近些。等等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跟你说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就这几个月，这不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哎，所以啦，昨天晚上我们俩正在风流快活呢，哪有功夫去杀人呢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就算你们在风流快活，也不代表你们就不能杀人。也许你正是从想杀康连成的那一刻起，才决定把自己多年的伙计拉到床上。我先前只想着你会从外面找帮手，没想到你还是更信任自己人。你们完全可以先合伙杀了康连成，再下楼回到你的房间里，开始你们的风流快活。也许因为刚杀了人，比平常还要更快活些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照这么说，也根本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不是在半夜潜进来把康连成给杀了，然后在这搬弄是非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我从一开始就说过，至少有3个昨天之前还不认识我的姑娘，可以证明我昨晚一直在和她们风流快活，而你们只能互相证明。大人，你都听见了？这不会吧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不是老板娘，你就快招了吧！你再这样拖下去，大家都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奇了怪了，我招什么招？我什么都没干。我叫你不说！别激动啊！你疯了！阿德，我这是在帮你，知道吗？什么？去！老许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尸首上的刀痕是向右写的？没错。切，向右倾斜，什么意思？老许替阿德还有碧莲姐证明了他们不是凶手。怎么证明了？尸首上的刀痕是向右倾斜的，证明凶手是用右手使刀。可你们看，阿德情急之中握刀却是用左手，他是个左撇子。而且刚才碧莲出事的时候，阿德一下就冲了出来，证明他们这一份还算是真情，不像是演的。这也打消了另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就是碧莲会找别的帮手的可能性。他要找别的帮手的话，多半会跟他有关系。阿德呢，绝对不允许这事儿发生，他甚至随时准备先把那个人杀了。他已经把自己当成碧莲的护花使者，随时准备保护他爱的人。阿德，咱们坐。你们都坐下吧。我没坐。当然还有古大厨，他们也不会找你来帮忙。第一，他们不可能用你的刀。第二，他们一定会跟你解释为什么杀康连成。这样的话，你一定会知道他们俩的关系。不过看刚才你的反应，
你也是刚知道。嗯，所以，三位多有得罪。那现在这到底谁是凶手啊？韦姑娘，看起来你唯一掌握的线索也断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这间屋子里有人在心下窃喜，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混过了一整天。是呀，到底是谁呀？真危险！大人，不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累了，让他们回去休息一下，让大家放松一下，也让凶手放松一下，也许明天他就会露出破绽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副使大人，您看呢？好吧，不过每个人都得看起来，不能让他们有串谋的机会。那是自然，不如我们俩先带个头，怎么样？各回各屋，不准交头接耳。我回房了。盯着他们。我去东头那间空房。韦姑娘，今天我们俩配合得很是默契啊，不如以后我们俩搭档算了。我师父明天就该回来了。你还对他那么信任？刘婉儿的事儿，师父一定有他的道理，绝不会是你想的那样。但愿，也许明天什么都清楚了。告辞。玉，怎么了？不想弹了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总是弹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个手真是太笨了。会画画的手怎么会笨呢？只不过我觉得你弹琴的时候，好像没有把心放在里面。有吗？那怎么放？下雨了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到处湿漉漉的。那
如果你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话，那么如何用琴弹出来呢？不用翻了，你背的那些里头都没有。啊？这琴曲你谱的？打雷了。弹琴时心要静，不过也不能太拘泥。这琴叫什么？奔雷。所以说，这雷声也可以入琴。在这里面，你听到了什么？两只小鸟在大雨中拼命地飞，它们想找到回家的路，但却失散了。一只很孤单，而另一只很伤心。那想让它们再互相找到吗？算了吧。你这是要走？啊？这怎么会呢？那你这是？哦，这些衣服啊，哎呀，我看太久没穿了，我准备拿到外面去晒一晒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嫌学琴太辛苦，想要逃学，对吧？瞎说，我还没把你的琴赢到手，我怎么会走？除非你轰我。哼，我才不会轰你走呢。小姐，锄头拿来了。那我先去了。你要去哪儿？秘密。你不会是骗我吧？怎么会呢？那就好。好了，你来浇水吧。小姐，你可真有心。等到春天这花开了，一定很美。可我不明白，我们要是种些秋天开的花，潘公子不是马上就能看上吗？你不懂，有一次他无意中提过，他的生日是3月初6。哦，你是想……你可不许给我说出去啊！哼，我知道。好啦，我们走吧。
魏姑娘，哎呀，既然是联合审案，你应该站在我旁边才对呀。哎呀，你别忘了，我也是疑犯之一，你的任务是看住我。我真是。经过一夜苦思，你一定想出了查案的好办法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有了好办法？对呀。昨天他们7个人倒是提醒了我，既然你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不如用我的办法。好，那就请吧。于大人、副使大人，虽说昨天没有查出真凶，但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。今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请2位大人容我一试。哦，您看呢，副使大人？既然这案子是委托你们2位去审，那你们就用你们的方法吧。先问一句，今天有没有人自首？就知道不会有，这样才像人的事件呢。既然你们都不自首，那我就要出手了。今天我们玩个新游戏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都要从在座的其他人里提出一个你认为是凶手的人，当然2个或更多也可。就是不许说不知道，不怕诬陷，也不怕捕风捉影，随便说。副使大人，你看这个方法呢？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？这怎么行呢？不用怕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们从这些互相撕咬之中，一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从谁开始？阿德，就从你开始。昨天你和碧莲几乎已经洗脱了杀人的嫌疑，不如从你开始。你说说，你怀疑谁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不能说不知道。我怀疑谁啊？我不知道谁干的。你再想想。哦，前天我从楼上下来，去老板娘的房间，好像看见有个男人的影子，一闪进了俏俏的房间。哦，看清楚是谁吗？我没看真切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还怕让他看见我呢。是老板娘那了。有可能这么巧吗？俏俏，那天晚上有男人进过你的房间？是谁？那人是谁？谁呀？是谁呀？不是那个杀人犯吧？就是那个讨厌的林昌嗣。是他？是他啊，追你的那个太学生啊？是他吗？他白天不是来过了吗？又来干什么？他也没干什么，特别讨厌，又是下跪又是要献尸的，被我轰走了。你昨天怎么不说？下跪？我都快烦死他了。我觉得这和正史大人被杀的事没什么关系啊。有没有关系得我们来判断。你有门锁的钥匙，这么说是你给他开的门？没有，我没有给他开门，我只是把他给轰了出去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。看来你这位朋友的本事不小啊，能够绕过门户，神不知鬼不觉进来，再神不知鬼不觉的出去。是啊。于大人，应该立刻把那个林长嗣传来。哦，好。哎，海香，对，哎，把林长嗣传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不要动静太大，只说请他过来问话，明白吗？好。是。难道是他？会不会真的是他？哎呀，为什么总是他？天天缠着我，现在还要连累我。巧巧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别哭，别哭啊！灰姑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根本不会理他的。
啊，他太烦人了。好，你放心，会弄清楚的。柯爷，您慢走。您那好。好。谢了。再来。好。哎，别往前翻了，你干嘛呢？说你倒别着急，放开点，放开点。哎，老哥。今儿怎么东市这么多人？哦，放生池那儿出事了。你呀，要是赶路的话，就绕道走吧。那个进无畏的人啊，把路都给封了。哎，出什么事儿啊？嗨，谁知道啊？反正啊，大家都在那儿挤着看。你要是想看啊，自己挤去吧。啊，谢了啊。你叫林承嗣？是。你是太学院的学生？是。大家不都知道了吗？还问作甚？那你就说些我们不知道的。前天晚上，你是不是到荣枯酒店来过？是啊。几更来的？来干什么？具体几更我倒是记不清了，大概是1更到2更之间吧。我来当然是找俏俏姑娘，还能干什么呀？哼，你白天不是来过了吗？晚上还来找俏俏做什么？韦姑娘请慎言啊！你言下之意，昌四明白得很。昌四是堂堂正正的来，堂堂正正的走。昌四对俏俏姑娘是一片赤诚，绝无一丝下流之念。你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，好不好？这荣枯酒店晚上早已落了锁。你是如何堂堂正正的来去？你再跟我说说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跑到人家俏俏房间里去，又是如何行你的君子之举？你说这人干嘛呀？没事跑你这家干嘛？这人咋回事？真是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我就把那晚的事情详细讲一遍，又如何？前日白天，我被这位韦姑娘百般阻拦，没能见到俏俏，心思焦灼，无以平静。当日下午，又草成7绝3首，7律2首，还有古风50韵，其中有2、3阙尤为得意。我本想把这些诗亲自献给俏俏姑娘，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招呼客人，生意匆忙，不到夜半是闲不下来的。我就在进街之前，先到酒店隔壁的夹巷里候着。那里不是有家竹木店吗？我在那里借用了一具竹梯。到了估摸子时左右，我将竹梯架在后园墙上，我就堂堂正正进了酒店。后来，我就去了俏俏房间，没想到俏俏姑娘已经睡下了。我本不欲吵醒她，怎奈我为情所使，难以自抑，我就跪下，请她听我念我为她写的诗。今日我在太学院呕着2句，我一定要念给你听听。盈盈复盈盈，青丝结愁肠，白首终不回，涕泪满衣裳。那俏俏，她有没有听你念诗？这世上但凡男欢女爱，有几桩一开始就是你情我愿、两两相随的。若少了中间这一吟一句，恐怕也没什么意思。林昌嗣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咱们俩是不可能的。俏俏，纵然你一直这样心如铁石，我也当笑尾声抱柱。不管你怎样，昌嗣对你的情死都不变。好，好啊，好一番深情啊！所以你就杀了康连城，是吗？康连城的事我听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康连城。你们找不到凶手，就栽到我身上，那可不容易。你不认识康连城，不代表你不能杀他。也许那天晚上，悄悄为了赶你走，所以随口说出
你不如康连成康大人倜傥风流，会讨女人欢心。说你呢，快点给我出去，快点，要不然叫人了。不忙，我还有下阙。悄悄，你赶紧给我走。悄悄，下阙在此。悄悄，赶快走啊！悄悄，悄悄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念。快走，快走，我叫人了。为饮情仙醉，还乡心已伤。相闻逐梦影，依依歧路旁。悄悄，你听我念嘛。为饮情，你闭嘴，听见没有？你马上给我出去，出去啊！悄悄，得你素手握小口。今天我必能做出更加美丽的诗句，献给你。你献什么呀？你瞎念什么呢？你刚才念了半天，念什么呢？我一句都没听进去。悄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比楼上的康连成差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不如他脚趾头，你知道吗？而当时，你又想起曾经看过康连成与他开轻薄的玩笑。哎呀，好酒量！再来一杯吧，再来一壶，给您满上。哎，给您。哎，再上盘牛肉酒，多喝点儿。来，满上满上。也受不了啊！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讨厌！突然间，你的一厢热情都化成了嫉妒，这嫉妒太强烈了。康连成他再怎么样，我也喜欢他，你懂吗？你懂什么呀？给我滚啊你！再也别让我看见你！你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你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杀了康连成。你本想把尸体拖出去藏起来，但拖到走廊你就拖不动了，你仍然觉得不解恨，于是割下了他的人头，下了楼。你把屠刀扔在了后园，然后带着那颗人头爬上梯子，逃离了荣枯酒店。这是那天晚上你干的所有的事儿。你为什么只说一半呢？你胡说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只知道自己爱俏俏，我愿意做一切能表达我爱的事，不管他是不是爱我，也不管他是不是爱别人。这不算辩白，我要的是证据，证明你没杀人的证据。可我确实听到下西侧楼梯有2通声音呢。没错，因为他走的时候突然想起康连成是个阔人，没有什么能比杀了他的人，再夺了他的财更能解恨的呢。于是你又回来，取走了他怀中这个袋子里的所有金叶子。这就是为什么副使大人听见了2通下楼的声音。诬陷，诬陷！我根本就没有上过什么2楼，俏俏的房间在1楼。我出了门就穿过回廊，直接进了后园。证据呢？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不，没有人看见我。可是我走过回廊的时候，我看见2楼有一个人在那张望。那房间的窗户只有在回廊才能看见。大家想啊，如果我真杀了人，我走西侧的楼梯，我手里还拎着个人头，我岂有不赶快逃跑的道理？我还在回廊里绕来绕去呀。只要我能证明那个人就在2楼我所说的那个位置上，就能证明我当时就在回廊里，那就能证明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抢什么金叶子。那人是谁？我当时看见那个人正从2楼的窗户里朝后园张望，他就是韦若昭。那韦姑娘在看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你没有看错，当时那窗户是开着的。再说，我上午刚刚见过这位韦姑娘，岂有认错的道理？韦姑娘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我那时确实在师傅房里，
可我什么都没干，只是去拿一样东西。然后我就下了西侧的楼梯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师傅的房间在西头，不用经过走廊，所以我没有发现走廊的尸体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可刚才你也听见了，他说你从窗户向外张望。你在望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望着你的师傅正拎着人头远去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只是一颗被他摆弄的棋子罢了。你甚至都不知道，他可能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。可你依然希望他心里还惦记着你，所以你才会跟大家说他今天会回来。可能啊？你是想骗我们，还是想骗自己呀？不会是他吧？独孤先生不是这种人啊，这不是真的。哇！哎，看你看，回来了，独孤先生回来了。大白天关什么门啊？太好了。哎，怎么你们都在啊？不会是这里死了人吧？仲平老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在这2天可出了大事儿了。不会是我？哎呀！哎，徒弟，你们真的在这里查案子啊？康连成被谋杀了啊！死的还是康连成，在这儿啊！可不嘛，这个死鬼死哪儿不好，非死咱们店里，而且连头都没了啊！看来独孤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啊！有人说是你和我合谋杀了康连成，卷了他的钱款逃走了。你前天故意离开，也是为了让大家怀疑不到你。其实你是当天晚上潜回来做的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李兄这么说呢也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我想杀康连成啊，除了这么干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原来独孤兄，你真的什么也没干。哎呀，巧了！哎，我回来的时候啊，路过东市的放生池，看见左近无卫的人啊，捞出一颗胡人的人头。既然谋杀的是康连成这样的外邦正使，那这个消息肯定是通报了他们呀。哎，怎么他们没有把这颗人头送到我们右近无卫来啊？哎呀，这个郭歪嘴啊，嘿，他一向跟我不对付，明明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在我的手里啊，他偏偏攥着这颗人头不放。哎呀，哎，这个郭歪嘴是谁啊？叫郭万珍，金吾卫左监使，朱雀大街东边的事儿都归他管。哦，和我们大人一直有点那个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把那个人头讨回来。哎，副使大人，你也跟我一起去，我看他敢不敢不给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把那个人头讨回来。哎，副使大人，你也跟我一起去，我看他敢不敢不给。哎，大人不行不行啊！眼下不是和左近无卫斗气的时候，更不能劳动副使大人呐。如果用事硬压郭歪嘴，他暗中使坏，把人头啊胡乱的划上几刀再给你，让你鉴别不出来，还不是吃了哑巴亏？一定会的。以前我们洛阳禁武卫也是这么干。所以啊，你看看，咱们要去求他。哎，大人，虽然我可以走一趟，不过看这个意思，我跟大家一样都成了嫌犯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哎，不过呢，李兄现在去最合适啊。金无畏的那点事儿呢，谁还能比李兄更清楚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，李兄？啊？于大人，那也好，先把人头讨回来，破案要紧，破案要紧啊！李兄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个郭万珍呐，是最像金无畏的金无畏啊。于大人，你放心，我会尽量给你省些钱的。走吧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尸首在哪儿啊？在酒店的冰窖里。哦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你说这个死鬼死哪儿不好，死在酒店里，以后哪有人敢来喝酒啊？哎呀，独孤！哎呀，好了，没事啊，会有的啊。玉莲姐。没事啊。
这图都勾好了啊？嗯，好了。啊哦。独孤先生，酒。嗯。哦，虽然我不好葡萄酒啊，可这酒比店里的强太多了。那是，人家可是万里迢迢的运来，专供使团呐。我们店里的当然粗陋些。嗯，但愿我待会儿能喝上啊。哎呀，康正实啊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！不把凶手揪出来，我都对不起这些酒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要和独孤先生讨论一下案情，你们几个守在他房间外就行了。嗯，走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师傅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师傅，你跟我实话实说吧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我说什么呀？康连城，是你杀的吧？你也相信我潜回来？你别瞒我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？我跟所有人都说，前天晚上我在自己的房间。其实我到你的房间来了，待了很久。后来我推开窗户，我看到后园中有一个人影，跑到墙边，爬上狗舍的顶，翻墙出去了。那个身影和你的背影一模一样。之前我们搭狗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坚持要放在后墙根下？我说放在后墙根下，是因为那儿避风啊。师傅，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。那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这2天，我站出来主持查案子，其实也是为了你。如果他们有谁看见了你，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，我就会努力的把水搅浑。可你现在必须对我说实话，康连城是你杀的吧？那好吧，你会读心了吧？你读读我的心，你读一读，我为什么要杀康连城啊？因为李秀一说，那天他身上带了大量钱票。哎呀，他们胡人从来不会在身上带大量钱票，出来摆阔找乐子，顶多装一小袋金叶子。我也不相信，可是这是康连城的。发现的时候，这里面的东西都没了。哇，这倒有点意思啊！哎，可是你觉得这么一个袋子能装多少金子，值得独孤仲平杀一个人呢？啊？我也知道不可能，不过……啊？不过，你觉得还有？那你说呀，什么呀？我会为盘棋杀人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做什么都很出色，只要是你在乎的，想跟别人比的，都能做得比别人好。可就是这一样，你总是输给康连城，你的每一步棋都让他提前踩到了意图，这是你最不喜欢的。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谁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我有吗？当然有。你知道吗？做你徒弟这么久了，我感觉每当我要更多一点了解你的时候，你总是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就好像躲在一个洞里，把我们都推得远远的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得知刘婉儿的失踪和你的情有关时，我有多难受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其实是去给他上坟，他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你知道吗？这2天我有多为你担心。
我想了无数次，如果康连成是你杀的，我该怎么替你遮掩？如果还有别人看见了你，我能怎么说？李秀一说你不会回来了，我嘴上说不可能，可心里又想，如果是你做的，千万不要回来了。可是我又怕你真的不回来了，你还怪我怀疑你杀人，我也不想那是你。可我明明看到了那个影子，我不敢跟任何人说，可那么像你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想亲耳听你说，你和刘婉儿的失踪没关系，和康连成的死也没有关系。可我真的有点看不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了？你不是自己已经查到很多了吗？还趁我不在的时候来这里翻检。我要你亲口跟我说，你是一个好人。我在努力做一个好人。我向你发誓吧，我真的没有杀康连成。至于刘婉儿的事情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全部都告诉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只不过，你要先告诉我，你在我房间找到什么了？这张画画的到底是谁啊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是给明年画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他没有在弹琴，人也没有刘婉儿那么漂亮，样子又那么傻，你画她干什么？还是让你发现了，在我心里，你们两个人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模糊，几乎都融为一体。我不想这样，可是我没办法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想过了，如果你不回来，我就带着这幅画一个人离开这里。有了它，就算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心里也是高兴的。我不值得你这样。值不值得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还有，你为什么不试着
把所有都说出来，也许说出来了就好受了，痛苦就会过去了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独孤先生，独孤先生，于大人请你们下去，我们把那个人头啊给要回来了。啊，马上来。好嘞。恐怕现在时机不对，我们先下去把凶手找出来吧。师傅，如果不是你，那我前天晚上看见的会是谁呢？只有林昌嗣承认他是从后园翻墙走的，可是那个背影绝不是他。你说这个人是踩着狗舍出去的？嗯。他有没有拿着人头？没有，他手里没有拿东西，我能肯定。但那匆匆忙忙的样子，现在想起来肯定与这个案子有关。这么说，这人头就有蹊跷了。不管怎样，先去看看。啊，还有，既然昨天你没有提到看见人影这个事情，现在也别提，免得多事。嗯，明白。走吧。大人。啊，来，哎，你看看。哎，要吐出去吐啊。没事。他脸上怎么好像被什么东西啃过？当然啃过，那放生池里有什么就被什么啃过，乌龟、王八、鲤鱼、青蛙，越说越恶心。啊，副使大人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啊，副使大人，您看现在这人头也找到了，案情也算是有了进一步收获。不，这颗人头已经看不清面目，也许不是康连成大人的呢。哎呀，那不是被放生池里的那些畜生咬的吗？我看呢，头发和胡子总能看得出是个胡人嘛。不对，我可不敢承认这是康连成大人。你们还是得先找到扔这颗人头的疑犯再说吧。哎，人头找到了，嫌犯很快就能够抓到。我的意思，先把这人头与那尸身缝起来，还正史大人一个全尸。不可，真凶没有抓到以前，这些都是证据，不能乱动，都要存在这酒店的冰窖里。老许啊，那伤口合得上吗？啊，完全相合。这刀口啊，就是古大厨那把厨刀留下来的。来，过来，你们看啊。请。来，你看这儿。副使大人啊，来。哎呀，您说的也有道理啊。那咱们就先不缝合，存在这个冰窖里面，随时检查也可以啊。谋杀康连成正史的主犯是个外人，是他把人头带出去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精力放在外面，也好让大家都放松一下啊？你到底什么人？副使大人，他呢也是我右京务卫衙门里的人啊，他是专出凶案现场的画师。画师，案子很有见地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可以出去查疑犯，但是这些人还不能离开酒店。于大人，你和我留在这里。好，但必须3个人在一起，一起去，一起回，少了一个，其他人都要负责。遵命。独孤兄，看来咱们俩又要合作了。我们没合作过吗？就算有吧。不过你可要当心，我还是会和你争的。只要你不傻到相信我会为了一张琴而杀人就行了。大人，哎呀，康昆仑家的管家要找您。我不是叫你们盯着他吗？是啊，他主动走出来的，找咱们盯在门口的人，说是一定要见您。怪了。哎，你别着急，沉住气啊！你说能不急吗？这，大人，在那边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出了多大的事儿啊，我顶着，听见没？
大人来了！哎呦，大人，于大人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是这样，于大人，自打您那天到毕府来过之后啊，我家主子康昆仑就一直没回来。我琢磨着，这都3天了，实在有些奇怪。我也知道您派了几个弟兄啊，在门外候着。我想，反正都是要找他，还不如来求求您了。他这几天都没回家？可不嘛，您的人看着呢。那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没有啊？没有。从来没有过，除非是出远门，那我家主子就会让我跟着伺候他了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你等一下啊！哎，于大人，您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是康昆仑的管家，怎么了？这个人我过去见过，他经常来找康连成大人，别跟这个案子有什么牵连。对了，副使大人，您看看，这是你们康国这2年进贡大唐朝廷的贡品单子，可有什么错漏没有？哎呀，不对呀，我们进贡的各色精品何止这些？比如你手上的那件狮子香炉就是今年的，这单子上并没有啊。还有这种烛台，明明是4对儿，这上面只有1对儿啊。我都说我那香炉千真万确是从一家寄卖黑货的店里抄来的。寄卖的主人就是他家的主子，他是在长安数1数2的大财主。这些贡品的成地，难道副使大人都不知情？这些东西运来时我们都见过，只不过向宫里和礼部移交都是正使大人一手经办的。前2天我在他那儿见过那个香炉，还以为他自己玩2天就会递上去的，所以才会怀疑于大人你呀。这么看来，正使大人和他家主子一块儿，这可真没想到。看来这个正使大人就是死在这个上面了。人为财死，天经地义，也不算辱没了他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家主子和康连成是不是经常混在一起？到底有何勾当？他们倒是经常见面，这不过意的是什么？你这手不打上10年算盘，长不出那么多茧。他做什么生意，你会不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是啊，你家主子早不失踪，晚不失踪，偏偏康大人被谋杀那天不见了。你是不是当我们傻瓜？再不老实就办你个知情不举，串谋杀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外邦驻大唐的正使，你可要好好掂量清楚。我说，这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家主子确实和康连成大人合伙做这贡品生意，康连成负责把贡品弄来，我家主子负责找路子出货，挣了钱对半。今日2人可有什么纠纷？这指头要是断了，就再也打不了算盘。你掂量下，为了一个就要倒台的主子，你打算断上几根啊？我说，康连成向我家主子借了一大笔钱，想趁今年的春旱发一笔粮食财，想不到入夏以来，关中雨水突然又调和了，长安粮价一路下跌，康连成赔了钱，还不上。我家主子很是恼怒，说过一定要让他好看的话。那天多半是去找他要债了。康昆仑一定是他，讨债不成，恼羞成怒，杀人潜逃。可那晚谁也没见过康昆仑，就算他提前潜进了荣枯酒店，但是他又怎么知道康连成那天晚上会喝多了留宿呢？而且还知道留宿的房间。如果有内应的话，这些又有何难？我始终相信这些人里头有人不那么清白。哎呀，可是那个人头又怎么解释呢？如果他没带走，又怎么会出现在东市放生池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带走人头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
我只是猜的。你想啊，康昆仑是个大财主，养尊处优，四体不勤，带着人头怎么翻墙出去啊？哎，大人，这康昆仑嫌疑重大，可他又畏罪潜逃，这行踪的线索还得从发现人头的地方去查。就让我们3个去查询查询。大人不妨先把这个消息跟大伙儿知会一声。我看你们这2天啊，弦儿实在绷得太紧了，先让大家安心下来，你们就留在这里静候我们的佳音吧。哦，也好也好。副使大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案情越来越清楚了。只要能确认是康昆仑干的，就算一时拿不到人，我们金吾卫也可迅速传习天下，总能追到他。好吧好吧，但是我要确实的证据。好。各位静一静啊！这2天呢，辛苦各位了啊！为了查康国正史大人遇害的案子，连累各位都被关在这里。好在呢，大家都是荣枯的老人啊，都给我余赞面子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已经发现了重大线索，嫌犯外人康昆仑。与各位并不相干。大人，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，那是否可以放我等离去啊？是啊，大人。还要请各位再候一候，等他们几位寻到了康昆仑作案的确实证据，就可解除此地的禁闭。在此之前，还是请大家再忍耐一下。要被关在这里，得什么时候？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独孤兄这么多天了，还要再关下去？你好像怀疑康昆仑并不是疑犯。怎么会？现在看起来，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咱们是联手，你能不能拿点诚意出来？你如果怀疑康昆仑，绝对不会让于赞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那些。哎呀，出去再说吧。来，走。走。你别想骗我，康昆仑为何不是嫌犯？越有钱的人越贪财，康昆仑要是想逃跑，总要先处理一下自己的万贯家财吧。哎呀，一时争执，兴起杀人也行啊。可康连成是晚上死在酒店里，并不是和康昆仑见面时当场被杀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李兄，你看，哇，今天天气多好啊！那我们3个呢，又是第一次一起出来查案。再想想那些可怜的家伙们，还得蹲在酒店里头互相监视着。我看我们不如先不急着往放生池去，就在这东市的街上寻一家铺子，好好的喝一顿酒，如何？独孤兄啊，吃酒自然好，可是别忘了，我们3个人之所以能联手，是因为酒店那些人派我来看着你们。你们俩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。哎呀，乖徒弟啊，我记得呢，这个前面拐弯好像有一家洛阳人开的酒馆啊，正好可以看到放生池。那不如我们把李兄引到那里去啊！保佑我爹娘长命百岁呀！高长命百岁呀！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。来，2位，我无病不饮，你们是知道的。那你们2个就要多喝几杯了。我们这也算得上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嘛。让他们去为什么人头啊、正史啊去烦心吧啊！请。告诉你件大喜事儿，你嫂子好。哎呀，李兄啊，真是海量啊！乖徒弟啊，你看我们怎么都灌不醉李兄啊，那我们怎么跑呢？哎呀，只怕我们合谋杀了康连成的事情多半瞒不过去了。算了，不如喝完这杯，我们就跟他回去自首算了。也不尽然。李秀宇总说他不交朋友，只做生意，我们不妨跟他谈谈价，让他放我们一马。对呀，那李兄不妨直言，我们2个出多少才能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呢？啊？这事儿要是放在以前，只要你们出的价高过金吾卫和京兆府就行。但是这事儿要是有韦姑娘在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话怎么讲呢？韦姑娘，我得给她面子，打个人情折，对不对？我来长安虽说没交什么朋友，但和韦姑娘也搭过伙，做过几桩生意。最后虽然说生意没做成吧，但是也各有所得，是吧，韦姑娘？
好朋友嘛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只要他呢能给你些折扣，省的也是我们的嘛。但这事儿有你，就又不一样了。怎么有我又不一样了？刘婉儿这个名字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我一直很好奇啊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来长安之前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为了这件事儿，我花再多心思，花再多钱，我都乐意。哎，如此说来，我没指望了。不但要找出一个杀康连城凶手的天衣无缝的替罪羊，还要把你们两个都十分感兴趣的刘婉儿的事儿说清楚啊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们。哦，乖徒弟啊，对了，你看外面，哎，那里，那边那个盲眼的叫花子是我的好朋友，哎，你拿点东西给他吃，顺便问问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往放生池里扔人头啊？哦，知道了。李兄啊，你真厉害！你是从哪儿查到我跟刘婉儿学过琴的？但你怎么认定我跟她的失踪有关系呢？我以前办过一个案子，是一个专门教琴骗色的小白脸儿。后来，我把他的手指都打断了，他再也无法弹琴骗人了。可为了这件事情，我的师傅差点把我赶出了精武卫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特别恨骗子，而且我对识别骗子有天生的直觉。厉害，厉害！可怜可怜吧，谢谢啊！可怜可怜我吧，可怜可怜吧。给。哎呀！谢谢啊！知道这是谁施给你的吗？啊？谁呀？我师傅独孤仲平。哦，独孤先生啊！哎呀，他可是个大善人呐！行行好啊，大爷们，给点钱啊！这两天你在这放生池边，可曾看见有什么人偷偷的朝着池子里扔过一颗人头啊？哎呀，姑娘，你这是在说笑啊！我是个瞎子，能看见什么呀？不过呀，倒是听说呀，今天上午从这池子里头捞上来一颗人头。你听清楚了，是独孤先生让我来打听的，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人头嘛，当然重要了，可是我确实什么也看不见呐。是吗？赏口吃的行吗？哎呀，拿着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？啊，你拿好处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呢？那好吧，昨个一大清早，这房门也就刚开，他们大伙还正睡着呢。这街上呢没什么人，我就听见他扑通一声，那响声奇怪呀。当时呢，我正睡觉，睁开眼睛啊，这么一看，一个人影拎着个这么大个个竹篓子站在池边啊。然后匆匆忙忙的就往那边跑了。哎呀，那个竹篓子可真大，我从来没见过拿那么大篓子来放生的人，而且放完就跑，也不念经也不拜，你说怪不怪呀？那样东西是人头吗？哎呀，这个我还真没看清楚。不过那么大个篓子，
要是装那些寻常人放的乌龟王八，那得装多少只啊？可是啊，我就听见一声响。哎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啊？给口吃的吧。哎呀，这模样啊，谢谢大爷，我还真没看清楚。不过，我看见他穿了一件灰袍子。灰袍子？啊，是不是太学生穿的灰袍子？衣裳是，不过这人是不是太学生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他有个特点，他跑起来的时候啊，一只脚高，一只脚低，就这么一高一低的跑着。好，继续吃吧。好。哎呀，大爷行行好吧，大爷。这位大爷行行好，大爷。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？那个花子还算够朋友吧？啊，但说无妨，不找个人出来顶罪，李兄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那个叫花子说啊，他早上看见有一个人拎着个特别大的竹篓子来放生池边放生，就听到扑通一声，那个人转身就跑，而且更可疑的是，他在池边既不念经也不拜佛。哦，那可就不是放生了，明明是来放死人头嘛。说的没错，那人他可看得真切。他是听见声音才睁开眼睛的，所以没有看清长相。他穿着灰袍子，就是太学生穿的那种。还有就是他跑起来一脚高一脚低，就这样。灰袍子？那林昌寺不也穿了一个灰袍子吗？他就是太学生啊。说的没错，他有重大的嫌疑。但是你说长安城有那么多太学院的学生，而且也有可能是别人冒穿，光是叫花子的话定不了他的罪，他肯定打死都不会承认的。一个人如果真杀了人，有的时候骗自己比骗别人还要难。哎，你们平日在西市演艺场里面有没有看过参军戏？啊？我们不妨也演他一出，啊？各位，康连城正使大人被害，连累各位被禁锢此处，都担了干系。好在我等三人久在长安办案，虽说单论起来比不了臭皮匠，不过如今通力合作，诸葛亮不敢说，也已将嫌犯查访的8、9不离10了。如此快说说嫌犯是谁，凭证为何呀？不急不急，各位被关在此几日，忧心案子，定然茶饭不思，耳目之余呢，就更谈不上了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将嫌犯作案的情形编成一曲参军小戏，请各位观赏娱乐一番。这嫌犯是谁嘛，也就明白了。嘿嘿，来。好，坐吧，坐吧。副使大人，坐吧，坐下吧。听听怎么说。列位看官，听端详。话说我东土大唐国势强，万邦来朝年头长。康国使节进中粮，荣枯酒店欢宴忙，欢宴忙，怎么样？脑袋没了。透心凉，透心凉，透心凉。好，他演熟了，这演的真不错。想不到梅姑娘还挺会演戏的。竹篓是我的好伙伴，我的秘密它肚里藏，肚里藏来细遮挡，谅你猜不到我把什么宝贝装。哎呦，没事吧，摔跤？宝贝，宝贝，你莫滚，你滚出来，我心胆丧，心胆丧。这演的不就是那颗人头吗？你这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呢？有病啊你！你看，明明我把这灰袍着，明明我把这白玉戴，太学院里读书嘛，你何时见过女娇娘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，不分男女啊，明明就是个女的。我还不如这盲眼叫花眼儿亮，眼儿亮。谁叫我呀？这位小帅哥。
哈哈，你是不是赶着去放生啊？放生，放肆还差不多。啊，可不是。啊，世上属我良心好，比起菩萨差不了。往生极乐我嫌慢，一刀砍了你我行善，我行善。哦，到了放生池边。啊！哎呀，我心惊胆战呐！无人注意，时机难在。扑通一声，抛我秘密。哎呀，圆咕隆咚，定是人头！哎呀，这个大功告成，天苦练剑，天要灭你与我家乡！撒腿就跑，更待何时？更待何时？不念不拜，定是凶犯。一路向西，回去上学。灰袍小子，我记得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够了！啊！他怎么吓一跳？是啊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凭这么一个破戏来影射我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哎，我们没有说你啊。对啊，我们说的是一个穿灰袍的小子。废话，这满场的人就我一个人是太学生，我一个人穿着灰袍子，你当我傻瓜呀？你又不是那叫花子，你凭什么说你看见我在那个放生池里扔人头来着？哦，把人头扔放生池里了，他自己讲的。这么说，你真的去过放生池，而且在那儿见过了那个盲眼花子了，是吧？不然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？啊？你没想到吧？那个叫花子并不忙，他看见你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栽赃陷害！姓韦的，你为什么几次三番的非要跟我过不去？姓韦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姓韦的，干嘛呀？你们看，那个叫花子告诉我，扔人头的跑步一脚高一脚低。你看他怎么这样？他跑步就是一脚高一脚低，他就是凶犯。原来是他，不打自招了吧？这么奇怪的跑步姿势，别人想学都学不会啊！原来就是你！哎呦，真是就是他！哎呀，原来就是你呀！你这嘴上这么狠呐！你太不是人了吧你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后退！离我远点儿！娇娇，我们来生再见。我们来生再见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还不赶快从实招来，到底是如何杀了康连成，割下他的头扔到放生池的？林昌嗣，我看你还是老实些，要不然金无畏的刑具就立马用上。真没想到是他干的。平时看也是人模人样的啊。对啊。大人，副使大人，这是刚从他家搜出来的。哎，那天晚上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就穿的这件衣裳。巧巧，这件衣服可是他当时找你时穿的那件。是，大人，他穿的是这件衣服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
我真的没想到他会。林昌嗣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俏俏，你不要着急，你什么事儿都不用管。大人，这件事是我干的，我一个人的主意，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，和旁人绝无干系。你都算不上认识正史大人，你为什么要杀他呢？那康连成是个淫棍、赌徒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管他认不认识呢？杀了他，能为长安的良善女子除一祸害，我林昌嗣痛快痛快！嘿嘿嘿嘿嘿嘿！你说什么呢你？正史大人根本没对我怎么样，你简直就是个疯子啊你！没错，俏俏，我就是为你痴，为你疯，为你狂。旁人对你哪怕是开一个玩笑，只要出言不逊，他就得死。你如何知道康连成住哪个房间？是俏俏姑娘在言谈中无意透露的，被我有心记了下来。我想，此时不杀此老贼，更待何时？那你用什么杀的他？厨刀，厨房里的厨刀。我杀了他之后，在逃跑的路上，把刀扔在了后园里。把你行凶的经过细讲一遍。